为什么汉语不像英语那样精确？仅仅是因为汉语没有时态，还是中国式思维不讲究逻辑性？汉语的模糊表达是思维的模糊，还是故意含混不清？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一语误解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一语误解。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也更加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有听懂你说的。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有被搞懂，至少没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也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另外说一句，在中国人看来，为商品付钱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某个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地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就必须做大量的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自作自受，这在中国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中国的车夫固执的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到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价，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他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
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为任何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有言在先，这是中国人谨慎处事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也还是会出现误解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所有中国人都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他们就像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且毫不费劲儿。在这里加一句，在我还很有学生气的时候，总以为人们会遵守诺言，到了社会里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中国人即使签订了合同，依然有天然违约的倾向，各种狡辩，各种狡猾，各种死不认错，看着真的很可笑。好，回到这本书，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也独立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对于这一点，中国人不久就会有所觉察。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6天都必定暂停一次。就像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在这里加一句，结合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种种违约的表现，再加上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关税战中中国人不遵守承诺的情况，你会发现中国文化下的人一直到今天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依然没有改变。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关税战中，我们继续观察。好，回到这本书，1860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1个世纪的外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与中国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图对被完全误解的事进行解释的历史。无论如何，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尽管也有例外，而且同样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公正，尽管也有某些个人和国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基于这2点，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即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你就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就算我们都是傻瓜，请付钱，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千百次争论的实质，而97%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中国人心里很清楚，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给钱的。在以下的3个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是3次有2次成功。有过体验的读者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各种误解的例子。你告诉一个苦力，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而把开始抽芽的草皮留着，从而使你能够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贵的草地。可是这只粗心的牛拿着锄头把所有的绿草都给铲除了，使之成了荒地，还说这样才干净。他不理解你的意思，叫厨子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没买鱼回来，却买了3只大鹅。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派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说，法国领事馆不收该信件。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结果误了收信时间。他不理解你的意思。笔者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误解和被误解。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银行老板与他关系良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时，这位外国人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而向老板表示庆贺。对此，这位老板立刻觉得尴尬，并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好。直到后来，我的这位朋友才发现，他的冒犯之处在于，他的话可以被误解为
大火如果再近一点，就把银行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尽管是表示庆贺，但也属于犯忌讳。一位刚到京城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就对长期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家时告诉我的小孩，让他出来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看过，这一定会令他非常高兴。车夫没有立即回答，像是在酝酿某个思想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略有所思地说：就算你要买那只骆驼，也不能养它，它总是要死的啊。笔者曾参加过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布道者讲的是有关纳曼的事。他描述了叙利亚大将军来到艾丽莎门前，并代表随从人员要求觐见主人的情景。为了尽可能说的形象生动，布道者如演习般地模仿叙利亚的仆人喊道：门卫，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令布道者吃惊的是，一位坐在后排的人此刻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枪击倒了一样。事后才明白，这人完全是误会了，他是教堂的门卫。由于没有注意到前面所讲的内容，当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迅速地冲了出去，让纳曼进来。还有个例子，某省一位传教士的听众所产生的误解。这位传教士为了让他的听众有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灯机显示一只放大的普通寄生虫。这个爬虫的庞大身躯投影在画布上，就像埃及鳄鱼那么大。这时观众中有一人轻声惊叹道：看啊，外国大狮子。后续这一段文字是翻译者的评论部分。在这些误解中，有一些是语言差异带来的误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差异带来的语境误解，还有一些是当代中国民众科普水平较低所导致的，但也有一些是中国人出于贪小便宜的心理故意假装误解。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里就不多言了。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一语误解这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